AI 晶片新创公司叫木犀，他们在摩尔县城之后呢，创造中国大陆新一波的 AI 晶片浪潮。所以在12月17号，木犀登陆了上交所科创板，在盘中一度创下了新高点飙涨到突破了755%，最终呢，这个收盘的时候呢，大涨了将近7倍，成为最近以来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最受到瞩目的焦点。这一出来就这样，这个亮点就这么亮，这绝对有原因。我想跑不出2个原因呢。中国啊，这个真的像一只潜在海中的龙，它过去在浅滩招虾戏，它现在深海中呢，真的游龙啊，真的是活力高得不得了。是这个礼拜在中国大陆晶片上面这个领域呢，传出重大新的突破，是路透社他们调查发现，中方秘密在深圳一座高度戒备的实验室里面呢，打造出了 EUV 的原型机。这台 EUV 原型机是由曾经在艾斯摩尔任职的工程师团队所打造出来的。他们透过逆向工程仿制艾斯摩尔的 EUV 光刻机，而中方这台原型机呢，宣称已经能够成功产生极紫外光，但是还没有办法制造出这个可用的晶片。而北京方面现在设定的目标是在2028年之前，以这套设备制造出可用的晶片，但更确切的时间点会是可能落在2030年。不过，《金融时报》就是英国的媒体则是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掌握的晶片技术只是升级版的，就是艾斯摩尔旧型的 TwinScan Next 1980i 系统而已。好，路透社现在爆料，这个《金融时报》也做出了他们的分析。不过，我们要问张老师的就是，中国大陆在自主研发这个 EUV， 其实他们一直不断在尝试，尤其面对美国施压给荷兰这样的一个围堵封锁之下，挑战跟突破的方式怎么看？那其实因为这个中美之间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从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部分。那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部分，他们其实很早就已经认知说，既然我买不到，或者是只要是别人的，就有可能我就有可能受制于他。所以其实，在那个之前，其实就已经在开始所谓自己想要能够可以自己做，就想办法自己做。那针对这个部分来讲，那甚至在今年年初，其实就已经有传出来，在深圳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的这个有一张在神秘的实验室有一张这个照片，那号称说是 EUV， 因为那台设备上面有写前面3个字写 EUV。那但是后来被证实说，它其实是这个 EUV 光源里面的一个干涉仪，量测的这个部分确认或者是这样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但是呢，其实在这过程里面，其实这个今年来讲，其实已经好几度这样子，一下子可能有人传出说有这个风声，一下子又没有很确实的这个证据。那实际上来讲，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其实第一个一定是倾尽国家之力，然后呢，第一个不会是只有一个单位，它会是好几个研究单位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曝光系统，我们叫做曝光机，中国大陆叫光刻机的这个东西来做拆解。我所谓拆解是一台这样子的一个曝光机的一个系统，它其实分成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光源的部分，对，有所谓的这个 DUV， 我们叫做深紫外光，那更短的这个紫外光我们称为 EUV 极短紫外光。那 DUV 它的光源的波长是193奈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那 EUV 呢是13.6奈米，这2个相差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差了10几倍。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2种不同的光源，它在设备上，在所谓的制作的原理上来讲，就有很大的差异。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光源来讲，其实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多的研发部门，或者甚至很多的公司，其实都在做这个研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发。那在这里我们有这边提到是说，尤其像最近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有一位曾任这个艾斯摩尔的这个中国籍的科学家研究人员林楠，对，他这个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主要来讲，就是在针对这个光源的这个部分，荷兰的艾斯摩尔的它采用的这个技术是用2氧化碳雷射把这个锡的液滴，这个在高压的环境之下去烘击它，那这时候烘击的温度是22万度，所以是非常高的一个温度。那接下来还要再烘击第2次，那把
这个第二次的轰击的时候，才会产生出这么短的紫外光。那因为这样子来讲，所以就导致了这样子，它整体的这个效率其实没有很高。是，那这当然也有延伸到我们所说到说，为什么用 EUV 这么耗电？因为它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它其实这个雷射产生这个极紫外光的这个效率，对，其实没有办法很高。是，那中国大陆呢，因为这个受限的问题，所以它没有办法取得这个二氧化碳的雷射。那因此，雷射的光源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开发，或者是来想办法自己做。那他们就想到，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这个固态雷射。那固态雷射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大家都看过那个雷射笔，教学用的那个雷射笔，对，我小小的一颗我就可以打出红外线。是，现在它可以做到瓦数很高。那所以呢，林南这个的研究就是，我既然没办法取得二氧化碳雷射，我就用这个固态雷射的方式来产生出这样子的一个光源出来。那当然，这个目前来讲，这个研究成果证实这个方向是可行的。那但是这个效率上来讲，还是没有办法真正量产。就金老师这样的分析，其实就是说，只是时间问题哈。现在已经有原型机出来了，那虽然现在还没有做出可用的晶片，但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那现在除了光刻机，就是硬体这边部分之外，晶片的领域哈，在这个礼拜也有一些重大的讯息啊，也是突破。AI 晶片新创公司叫木犀，他们在这个摩尔县城之后呢，创造中国大陆新一波的 AI 晶片浪潮。怎么说呢？因为在12月17号，木犀登陆这个上交所科创板，在盘中一度创下了新高点啊，飙涨到突破了755%，最终呢，这个收盘的时候呢，大涨了将近7倍，成为最近以来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最受到瞩目的焦点。木犀这家公司呢，其实是在2020年由前超微的员工叫陈维良他所领军创立的，他们专注在全端 GPU 还有运算平台上的研发，而目前呢，木犀也是中国大陆少数能够达到千卡丛级、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 GPU 供应商。而摩尔县城它的表现也是不遑多让。12月20号呢，他们发表了新一代的 GPU 架构，叫花岗，号称这个算力密度可以提升50%，能效呢提升10倍。其实不管是木犀也好，还有包括摩尔县城另外就是大家所常常听到的寒武纪这都是中国大陆呢都被认为说是像美国辉达一样，就是未来的这个后起之秀。所以聂老师怎么看因为光是木犀的 IPO 第一天股价就大涨了7倍。您从财务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说，象征的市场非常看好它未来的后市，就是大陆的晶片自主生产的商机。那我们也知道研发需要非常大的资本，所以在资金面上看起来这问题是不大的，对吧？ OK， 你先讲一下这个。当然，它 IPO 之后，当然资金就更进来了嘛。对。那当然涨了7倍多，这是一个非常算是可怕的这个数字啊。这个量大到这个在股市中，这个只要去买的不是就大赚了吗？但我们都知道股市如潮水有涨有跌，你也不可能说它就一直涨下去。但是一出来就这样这个亮点就这么亮，这绝对有原因。我想跑不出2个原因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浪潮嘛，走这个趋势，只要高科技的它就会被肯定。但是你必须加到另外一个，就是它必须真的有价值。什么价值呢？它必须要有一些很高超的所谓的技术的深度是被突破的，而且这个突破要被肯定。好，那我现在讲一下，我常常在讲说，中国这个真的像一只潜在海中的龙，它过去在浅滩招虾戏。它现在深海中呢，真的游龙真的是活力高的不得了。它已经吸收了非常大氧气，练了一身的 muscle， 所以谁来他就一直要挥一个头或者甩个尾，对方都会看到它的 muscle 之大，会担心。而且我觉得这只龙还生了非常多的小龙在里面。各位，半年前你也听过这个新凯来，对不对？大家知道，在这个突然神秘出现，这个叫这个 Semicon China， 哇塞！一展秀的时候，大家知道刚刚讲这个光刻机这 EUV， 大家说哇塞，这个你又开始追上艾斯摩尔了。你刚刚讲的寒武纪等等，我们都不要去细数，这些小龙太多了。你刚刚讲到木犀，又讲到这个摩尔县城，我跟你讲，一家又一家，而且每一家都说，之前都不太知道，都潜游在海中的小龙，怎么一出来就这么的凶猛，一冲就冲很高。我跟你讲，这就是他们的深度真的突破到一定的水位。刚才呢，这个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现在布局整个。他们的科技是遍地开花，全国起之全力，而且是真的是用钱去砸下去。您刚刚也提到钱，
各位回想一下啊，当这个习近平上来的时候，他们刚开始丢的叫这个红色供应链，红色供应链很快的隔年就打出了所谓中国自主的 China Creation， 叫中国制造。那这时候呢，就在2014年扎了非常大资金啊，1387亿，扎就叫大基金一起计划。从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准备科技突破，所以2015年写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我们谈了很多次 China Creation 2025，最重要的他开始讲的2、3、4、5、7、8、9、10的2是什么呢？工业化和资讯化。工业化它要做到制造强国，它现在已经是制造最强的国家了。我想啊，它的制造业不但已经很强，而且还是突飞猛进。美国是空洞化到不得了，现在美国不管其他地方多强，光这个制造业，它大概就忧心忡忡，不但忧心忡忡，会胆战心惊，会害怕中国。第二个呢，我在讲它的第二个话叫做资讯化，资讯化就走科技这一端。各位，它的科技资讯现在已经走到，我想真的不是我们现在凭空所以想象说中国到底多进步。是，可以去想想为什么美国要抓这个新疆的这个所谓的这新疆的问题，这个是所谓的人权问题，很清楚，新疆就布局了39个算力中心，这都要 backup 当未来的 AI 整个算力的支持。它这个都完整建立，而他们现在虽然我们都知道它很内卷，就是因为所生产的所有制造业加上科技资讯化所做的科技业的东西都便宜到吓死人，而且速度又快，所以它第一个广，遍布开花；第二个深，很快速的可以做出一个科技含量够高，而且让全球都担心的。那这个最重要就是成本又低。当成本一出去的时候，包括军事力量，我还跟人家开玩笑说，他打一个这个，就算不是很远程飞弹，只要美国有一颗飞弹这个防空罩要去挡它，他可能丢100万过去，美国可能要6000万去挡。也就是我的意思说，中国所做出的东西都非常便宜。你看电动车啊，什么电池，所有的东西都这样，一样的东西，他们的东西一一的突破。我们现在看到不但是科技的突破，还有它的成本的优势。还有速度之快，以及这个我们讲它未来的电力这个储备，我觉得整个就是您说它怎么看这个中国整个的 AI 的趋势的后市呢？对，我觉得我跟你讲，这个现在我们普遍来讲，它除了晶片被质押，它没有办法拿到最先进制程做到完整以外，但是大家一直在想，它迟早会追上，这是事实。那整个我们讲 PD 开花之后的中国，从成熟制程到 AI 的整个后市趋势，它已经超越了，它还直飞向上。我觉得未来的后市不可挡。对，您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条大龙它下面还有非常多的小龙啊。其实刚刚讲到的，包括寒武纪啦、摩尔县城啦，还有像是木樨啊，我特别去看了最近一篇报道，他特别点到的就是摩尔县城的部分。他说，其实像摩尔县城有很多他们的就不管创始人也好，或者说他们里面的这些创始的员工，其实都是生前在包括像刚刚讲到的超微啊，还有包括像是辉达的前员工，而且他们懂得的是整个 GPU 建立起整个 GPU 的生态系，它不只是做 GPU 的晶片，所以他们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哈。那当然，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晶片科技宣称不断持续突破的同时，当然总是会有人唱衰啊。纽约时报是批评呢，但是他们批评的是谁呢？是批评川普。奇怪了，这个川普呢，他们怎么批评啊？他们说，川普开放 H200禁令，这个是一个灾难性的晶片政策，而且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助力。报道说呢，川普政府向外界宣称，向大陆出售晶片会使得中国更加依赖美国产品，阻碍提升本土产能的努力。但中方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川普在宣布出售 H200的决定后几天，那就看到中国大陆呢宣布追加投资700亿美元，用来提升本土晶片的产能。而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更是直接表示，辉达的先进晶片只会被中国大陆的科技业作为呢完成本土替代产品的过渡之用。最近也看到，包括德国媒体《商报》还特别有一个标题，他说感谢川普让习近平成为了2025年的最大赢家。我要问的是，川普他开放 H200这个你说政策真的是反反复复，将军您看哈，这个政策为什么一直举棋不定，说要封，但后来又开？我认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它的方向是拿捏不定，很矛盾。对，因为我们知道 H200比 H100，它是高效的运算器跟这个 AI 啊，它两个 AI 伺服器啊，两个结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不开放，中国大陆是时间问题就过度，就会研发成功，迟早的事。对你要不要赚这一大笔？你要赚这一大笔，那你就卖。你卖的话，中国大陆它会逆向工程帮你做出来，它会迟早就要取代。那你不卖，你这一笔钱是赚不到。是中国大陆也就迟早会出来，只是时间问题。那你不要赚这一笔。今天川普，我认为他也是做了明智决定。
在商言商，我先赚钱，入袋为安。我有钱干嘛不赚？我不赚的话，再过2-3年，这个按照摩尔定律啊，这种是没有好光景。你要马上由这个尖端制程，马上变成成熟制程就出来了，人家也会做啊。那中国大陆它有没有这个条件？中国大陆有这个条件，逆向工程就进来，而且中国大陆我们知道，在这个半导体在算能的领域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专利，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认为川普他说，那我这样子，那我就先赚这一笔再说。我不赚这一笔，你迟早你也会做，那我没有办法赚到。那好，那这样子有没有帮助中国？有，中国大陆当然拿钱买了，你这个都是尖端的。但是我这个中国大陆一项逆向工程，他就做出来了。他知道本来散热中国大陆有困难，都会到最后蛮热的嘞。但是我一这样我也知道了，拿了H200之后，我知道散热要怎么改良，我知道了就改良。花了2年改良，它也散热成功了。算力也快了，散热也成功了，中国大陆也会了。但问题是，美国赚到钱啊。对。那中国大陆提早了1年或者2年，它也达到了这个从尖端制程过渡到成熟制程，它也会做了，变成双赢。所以川普今天讲要双赢还双输。对。那川普说双赢，我先赚钱，你赚提前量。你提早2年达成，所以川普后来他会精打细算。对啊，那宁可双赢路线，也不要变成双输路线。真的，将军讲到重点哈，这个从来都是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啊，不可能永远都是赢家。好，我们先来看的就是最近在科技业，尤其是产业之间呢，大家议论纷纷的是 H200要进大陆了吗？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抛出了这个震撼弹，他在 Truth Social 上面呢，他就发文宣布说，批准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高性能的 AI 晶片 H200，条件是呢，每一笔卖给中国大陆的 H200的交易啊，这美国政府要从中抽趴25%的利润。华尔街日报跟彭博同时指出，这项政策呢是川普在和他的顾问团队进行了好几个礼拜的激烈辩论之后，终于拍板定案。而在辉达这边呢，官网上面就介绍说 ，H200跟 H100 GPU 啊两个相互比较的话，在处理这个 Llama 2 70B 这个等这些大型的语言模型的时候呢，可以把推论效能大幅提升到最高2倍。可见得呢，毫无疑问，它是一款高阶晶片。好，那说到了这个 H200，先前我们讨论好久哈，说这个 H20啊不让进到大陆去，结果呢 H20不卖，而且还是降规的。前后呢，听到了美方这边还讲说，我们就是不卖最好的，我们要卖次好的，还不是次好的，连第4等的，就中国大陆就不买了。现在直冲说要卖最高阶的 H200哈，那解禁的方面是美方，大家是觉得看得一头雾水哈。这个如果从决策思维的角度来切入的话，先请教安阳老师啊，怎么看美方在想什么？我想几个部分哈，第一个 H20版是个阉割再阉割的版本哈，所以说基本上从中国大陆角度来讲它是不划算的一个产品。而 NVIDIA 现在的已经到 Blackwell， 明年还有这个 Rubin， 所以 H200基本上是过去的一个产品。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是可以开放的。但是有一个东西非常关键、很有趣的就是说 NVIDIA 因为它为了要跟它的竞争对手在做竞争，它现在未来芯片，因为摩尔定律已经改变，以前摩尔定律是说我在同等的一个成本概念，我每2年我可以把我的效率提升。可是现在因为大家不断在竞争的效果，最后变成新来的芯片，它的 power efficiency 它是更耗电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单位成本是更高的。对，那事实上它的 CP 值是更差的。而因为 power efficiency 更差，所以有一堆的 supply chain 反而因为这样有一个机会，那反而变成说中国买我旧版的产品，而中国的电力的储备是美国的2倍以上，所以美国的公司在不断的在买新的产品，效能更差，电力资源又更差，而中国倒过来，反正 CP 值是比较好的，而就是你挡它，中国有蚂蚁雄兵的方式可以带过去，美国自己的公司也在做转送的工作，或者是中国可以利用中东、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算力，还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或者是中国公司自己更有 incentive 开发出自己相对克难版的版本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挡也挡不掉。对，我最近在听产业的分析啊，有一场论坛上面也特别提到，对于美方从拜登到现在的川普一直采取这个围堵封锁，反而是适得其反。
养出的这个包括华为啊、中兴啊，他们强大的研发能力啊，这是被美方逼出来的哈。那所以从市场跟研发这两个角度分别再进一步思考的话，因为现在最开心的应该是黄仁勋了。刚才王安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H200现在还算新，再过个1年不到，可能又被超越了哈。所以黄仁勋现在想法是什么？赶快就卖吧，是这样。对，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危机是这样哦，当年 GPU 打败 CPU 在 AI， 是因为 GPU 它专门在为 AI 在做事情，但是现在如 Google 来讲，它有 ASIC 比 GPU 更好，因为 Google 它有算力，它加上芯片更 powerful。我认为黄仁勋做一件事很不对的事情，就是他呢跑去找台积电，他要求效能的提升，可是造成 power 更差，也就是说，它会让全世界为了得到它的目的，我上次用了更多的电力，更对环保啊各方面更危害，好像没关系一样的。那这个基本上来说，我对商业道德的这个我是有严重的一个问号。在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至于他在中国他在乎什么事情，他事实上有一个台湾的机会，台湾自己把它放掉，就是说 NVIDIA 在中国有很多员工，台湾为什么不让这些员工研发的到台湾来？反正美国有长臂管辖权，然后在台湾我们可以有高阶的中国最优秀的这些员工在台湾做研发。在同样的事情，台积电走出去了，为什么台湾不能够把 NVIDIA 想做 AI Factory？ 因为 NVIDIA 想要竞争，将来的 CSP 都有自己的 ASIC，NVIDIA 客户是谁？那 NVIDIA 可以把 NVIDIA 到台湾来做 AI Factory，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积电走出去了，他们承受了关税，让他们可以做转型，他们 AI 化。然后进而把这个变成全世界的中小企业，全世界传统企业都需要靠这个 AI 的这次的 transformation， 用台湾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 AI 太用电了，所以呢就必须要跟美国买 SMR， 就让 nuclear 这个技术在台湾来，美国的 nuclear 进来，然后呢台湾的 NVIDIA 芯片是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生产的，也解决到美国所谓的贸易逆差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整个半导体未来在突破上面呢，其实有2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一个就是能源，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高阶的人才啊，是研发的人才。好，那现在 H200说要让卖到中国大陆去了，路透社就报道说呢，目前包括了像谁呢？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都已经向辉达提出了采购的需求，而且采购的量还不少哈。这2家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都有意大量的下单。但是必须仍然要等待北京方面的批准。好，另外呢，也看到了 DeepSeek 啊，在今年1月，我们就知道它就推出了成本非常低啊，但是却能够跟矽谷的主流模型竞争的 AI 系统，所以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而 DeepSeek 呢，是由中国大陆的量化基金，就是幻方量化投资的。那有报道指出呢，说幻方量化早在2021年啊，就累积了大约有1万颗这个 NVIDIA 的 GPU， 所以避开了美国从2022之后才对高阶晶片当时候才做了这个出口的禁令啊，所以在被禁止之前早就先买好了。那现在大家在看的是 H200卖到中国大陆去，可是最近我看到这2天有一些分析是说买的到底会是谁？有人说，哎呀，这个民企一定是像刚刚讲到的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但是国企恐怕不容易啊。大使怎么看？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主管单位啊，曾经已经禁掉 H20啊，就是说，尤其是公部门不能买，而且对私部门提出警告，就是它可能有这个泄密的可能。所以这个 H200是不是能够在中国大陆通行无阻啊？现在很多国际媒体都质疑。像 Financial Times 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主管单位现在正在召集阿里巴巴、腾讯啊、字节跳动啊，来评估一下他们的需求是在哪里，然后再做一个整体的考量。所以呢，这个问题现在好像不是说你要卖，马上你这个市场大门就为你大开，我还不见得买呢。哎，那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的这个环球报道的这个胡锡进他也说，这个美国卖 H200给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阳谋。哎，他说为什么阳谋呢？他说目的是削弱中国本土晶片的发展空间。
那当然就是说 H200它的能效，事实上有人说是 H20的6倍啊。它虽然不是第一线的这个GPU， 可是它的能效是比较高的。所以当然市场上一定会有需求，也有很多讲法。有人说，事实上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运算中心算力都已经放在邻近国家，譬如在这个马来西亚啊。那事实上，马来西亚它进这个 NVIDIA 的这个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事实上的话，很多进到马来西亚芯片也可能将来会进到中国大陆，或者这个运算中心可能就放在境外啊，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政府来讲的话，公权力来讲，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那当然还是要扶持本土的这些这种就是说 AI 晶片的发展。过去1-2年，中国大陆在晶片的发展上已经有了很初步的成效。华为的升腾910C 910D 更高的都已经出来了。寒5G今年的股价暴涨，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芯片得到市场的肯定。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逐渐摆脱一个就是说AI 晶片必须要非进口晶片不可的一个局面。是，而且呢，本土的这个芯片正在快速的发展。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公部门来讲，它可能也会看看这些业者的需求，可是呢，不会完全开放。那我认为会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你非有必要买的话，那你评估出来非有必要买的话，那它会有设一个前提，你不要对美国芯片在不会让你本身对美国的芯片产生长期依赖这个前提，而且呢会妨碍中国本土的这个相关芯片的发展的这个情况之下，你适度购买有前提的，一定会有前提的。所以我认为就变成就是说，很多这些国际媒体也有说，他说其实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开放，看起来好像川普赚了25%，这个出口税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其实黄仁勋在过去在 H20被美国政府也是川普禁的时候，他过去去说服他们，后来川普就放了 H20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黄仁勋讲了一句话，他说开放才是对中国经济最有效的中国晶片发展最有效的压制。你不开放的话，你就是鼓励中国本土芯片的发展。所以规则很清楚大使刚刚分析是未来，他买的原则就规则很清楚，你要符合原则，符合原则的呢，然后一定的量，我才让你申请购买。那当然，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晶片自主化推得如火如荼所以呢，当然外来的晶片也有可能会压缩到本土晶片的成长，所以这中间怎么样调控？买家思维，刚才大使特别做了一个精辟的分析。好，那说到这个 H200要卖给中国大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位技术专家叫 McQuell， 那他就非常的担心，他说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售大量的 H200晶片，等于帮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加上了火箭的燃料。因为华为之前就已经坦白说呢，至少2年内无法打造出超越 H200的晶片，所以呢，民主党有位参议员就要求黄仁勋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要到国会，针对这件事情出席听证会，不是说川普决定就算了。好，所以我的问题就是，Russ H200过得了众议院这关吗？也不是少数党民主党参议员说的就算了，我觉得过的机会还是很大了。虽然最近有跨党国会议员有提出一个草案，还是要禁止 200出口到中国去，但是会不会通过，真的是要看多数党领袖跟白宫协调。这个不是民主党自己能通过的草案，而且说实在，很多共和党及国会议员，虽然他们对这件事情跟白宫意见不同，但是不想让白宫川普总统难看，所以如果川普不同意的话，他们就放弃了，不会把这个草案通过。但是有关作证这部分，按照黄仁勋的今年的动作，其实他常常接受媒体访问，
也常常跟政治人物互动，尤其是川普总统本人。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招来他来国会作证，基本上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就像大使刚刚有说，黄仁勋从来没有怕表达他的立场，而且他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楚的。他觉得最好是让中国依赖我们美国设计的晶片，这个他不是秘密啊，都愿意公开说，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尊重他，因为他有一个立场，他愿意表达。虽然有一些批评啊，其实有很多批评，美国对中国的鹰派会批评，但是他还是愿意公开站在他的立场，所以基本上他去国会作证，我觉得他一点不怕。那 Lutnick 不会想去啊，因为他怕被少数党攻击。可想而知的是，黄仁勋在这个听证会上面一定会强调是。辉达的晶片卖给中国大陆呢，绝对对美国来讲是有益而无害的，而且是不只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 Make America Rich Again。好，回来环宇全世界，我们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的科技龙头，也就是华为啊，最近接连向外界展示了一连串的黑科技，让业界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啊。那有哪些黑科技呢？像是最新的手机 Mate 80系列，他们采取的就是麒麟9030的处理器。另外，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呢，也传闻这个处理器就是它的制程等同于3奈米的制程，但是呢，考量目前大陆在光科技技术上受到了限制所以一般外界也推估说，大概可能是指向是中芯第2代用7奈米制程所做出来的最新晶片。而除了硬体之外呢，在软体方面呢，华为呢也在11月21号正式发表了 AI 容器软体，叫 Flex AI。AI 容器软体，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装着 AI 应用的智慧盒子可以方便快速部署这个 AI 的算力。而目前呢，业界在算力资源的平均利用率大概只有30%到40%。Flex AI 呢，号称是可以透过算力切分的技术，把单张 GPU 算力卡精准切分，那么把这个呢实现单卡同时就一张卡就可以同时承载多个 AI 的工作。让算力的资源平均利用率再提升30%所以算是大幅的提升。那现在软硬体都有新的技术的展现跟突破，其实要表达的是不是就是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之前就像大家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呢，你是封不住的。好，那现在聂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麒麟9030的处理器真的。现在外界都觉得怎么做出来的因为号称是用3奈米的这个制程，但是到底突破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很多东西中国所做的东西太神秘，你要我马上讲得很深，还真的非常难。即便我们被很多人认定我们在大陆的研究蛮多，不管从经济、从科技角度我们先讲一下，中国为了要推它的这个晶片用了多少心力？你想想看，2001年当时台湾的张如京有没有带着台湾的团队到了浦东去做了中芯半导体？对。也号称要打造国际晶片，打了20多年。请问这个2000到现在25年了，做了什么？还是不到成功。但是它有水位的提升。那中国它的整个变脸，是因为它后来赚足了全世界的外贸财嘛。外存从1兆、2兆、3兆、4兆，大家知道2006年1兆，2009年2兆，2011年3兆，2014年4兆有钱人使鬼推磨，它开始扎了所谓的2014开始新运上来的红色供应链2003到2014中的工业4.0。最重要，他们已经把眼睛开始雪亮去做科技的基金。的研发的技术，单晶一期计划2014年，单晶一期计划2期计划2019年，3期计划23-24年。各位去看一下，他们有些没达标，因为没达标，一些高层就被下马，因为贪污官吏还是在里面。可他们真正上层，真的亦步亦趋的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神秘就很可怕。你要知道，美国在矽谷的科技，它已经很多创新事业已经到了一定水位，可它成长还是有比较慢。中国是突然在往上的，就跟它在2002年到2014年的经济成长一样。你知道这个很可怕，到所有的科技都突然出现。我先讲一下，他们的经济有所谓的5规划，大家都知道，以前叫5计划，从15到5规划，现在15规划。第二个，他们所有的科技。它更严峻的去规划未来，最重要一个文本就是《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写的。它有10大领域的未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未来资讯科技 AI 5G，它叫新一代讯息。我要讲的，它只讲2个话，叫做工业化、资讯化。
那你讲说它到底有没有未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它已经传出好多次要3奈米下，但是都太难做到，一次又一次。我就举例这个麒麟好了，你讲这个麒麟这个9030，其实啊，你记不记得在2年前，2023年而已，在 Nancy Pelosi 来台湾的2022年隔年，他们商务部长到了大陆去做了一件事，他要求哦，带着那个使命说要求中国不能再发展科技，你太快了，影响到我们国安。结果才一去，人家送他一个 Pro Max 多少60。他当场吓到，带回美国拆开，技术哪来的？开始用这个来封锁中国。为什么他还能拿到这些东西？有没有？去年 Mate 70，这个他配上 Mate 80，所以你告诉我有没有？我认为就是 yes 了啦。它3年编程要快，很快了啦，就不断在突破，不但突破，而且突破到你会吓到。但是这个奈米之争的确是太可怕，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台积电是在1987年啊，张忠谋来的时候1988，我那时候是2年后才跟人家搞入台湾基础电路，但也好几10年才有今天。而且我们最主要台湾在扎半导体是在1980年代所种的重基，不是它在2014才开始。我们是有那么长的血缘历史，也有这么完整的产业供应链。整个园区的布局，多少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博士，那我们是那个年代读书，我同学学什么都读 computer science 都回来了。对，当然我以前是工学院的啦，我是土木工的工人，我在热血搞 AI 是传统的 AI， 我必须说明中国的这些东西会不断的突破提升，让你吓到。还有我讲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它的供应链结合也会帮你吓到，比如它的软体结合，包括它那个鸿蒙的操作，它跟那个鸿蒙的星河互联去把它的所谓的鸿蒙的应用智能会做到。非常，我们讲说未来的算力还要很厉害，要高效、高速嘛，对不对？它的高速会越来越快，而且它的功耗呢会越来越小。对，我觉得它的厉害的地方还不是光它在突破这个地方，还是它其他产业供应链以及在所有在用电啊、功耗的地方的所有地方的加持。因此呢，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我们真的是要拭目以待，它还会有什么样的突破？您提到软体哈，其实华为最新，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 AI 容器软体啊 ，Flex AI 啊，它能够。把算力的利用率再提升30%，等于是在提升算力翻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哈。当然，这个云端算力呢，现在是对标，就是辉达他们直接推出的是 Run AI， 现在呢，华为有 Flex AI 哈，那就是相互来 PK 一下。当然，这个 Flex AI 呢，希望能够努力的去追赶，甚至超越辉达。所以讲到了这个美中在云端算力的竞争上面，看起来其实不只是企业自己在不断努力去突破，不断努力去提升。还有整体国家的力量在支撑啊，中美都是如此嘛？对，因为事实上，这个现在在 AI 上面有2块，一个是硬体这一块啊，对，就是所谓的晶片，AI 晶片，那这个是算力啊，代表的算力。那当然，现在麒麟这个升腾9030，它的算力不断在提升，可是跟美国的这个 NVIDIA 的算力啊，还是有一段距离。那另外一个可以解决双方差距的就是算法的问题，也就是这些不管是这种所谓的计算训练或者是推理的软体，像 DeepSeek， 它当时一推出来以后，我记得当时的这个 NVIDIA 的股价跌掉了3000万以上3000亿以上，多当场市值。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用它的算法。它不需要极大的算力，那成本就低了很多。就是算力，它另辟蹊径。对，那现在这个 AI 容体软体也是跟那个 DeepSeek 一样，它是算法上做了改变，而且呢，它的包容力比较强。它等于说你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本来就是说你有算力，可是你在算法释出的时候，你就需要像这个 Flex AI 这样子的晶片这样子的软体。那这个软体现在就是说。NVIDIA 它的这个它的相关的这个容器软体AI 容器软体，它只能跟这个 NVIDIA 自己的晶片相容。可是呢，华为推出来这个新的 AI 容器软体它可以把辉达、升腾还有其他第三方的软体把它做一个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及高效利用，也就是3种不同厂牌的软体，它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呢，它可以把有效屏蔽各种不同算力这个晶片算力之间的差距。那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运用屏蔽的能力会使目前的各厂牌的这个所谓的晶片AI 晶片，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效能能够提升30%，也就是目前的来讲的话，
你今天你的 AI 晶片哈，大概透过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容器软体啊，也这个差不多发挥它的整体的算力的30%。对，那现在这个华为的这个 AI 软体容器软体啊 ，Flex AI， 它可以再把过去的利用率再提升1倍，就可以达到60%。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只是升腾软体的话，它跟这个NVIDIA 这个所谓的辉达的软体之间有50%中间的算力的差距。对。可是今天如果说升腾软体再加其他第三方软体加起来以后，运用这个 AI 容器软体这个华为软体，它的算力就提升了1倍，水平就是追上来了。所以本来差50%，它提升30%，再提上来就追上来了。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是另辟蹊径。所以呢，基本上呢，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不管这个华为这些大厂，它不但在晶片的算力上在下功夫，在相关的软体上它的算法上也在下功夫。对，就是把软硬体之间的这个差距跟美方这边呢拉到最近，就是刚刚讲说，透过软体的这个设计呢，让统筹跟分配算力，让它变成是算力极大化的一个效率。所以现在美方当然很担心的是科技力呢被中国大陆追上啊，所以呢，现在在美方这边呢，看到彭博11月22号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官员正在针对是否允许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 H200 AI 晶片展开这个初步的讨论。美国商务部也正在审查要不要变更禁止政策，但是强调说这个计划呢还是有可能会变来变去还是有一些调整。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之前就一直在游说川普政府，希望能够暂时暂缓这个限制措施。辉达也表示呢，现在的措施让公司被迫退出全球的最大半导体市场中国大陆。如果 H200 能够获准出口，就会是向大幅松绑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大陆的 AI 所设下的贸易限制。好，简单来讲，我要问的是 H200 有可能解禁吗？他要考虑解禁的考量会有哪些？其实H200就像刚刚这个介老师所讲的其实是高阶算力算力的高阶，然后呢也是最新最强的一代然后它是这个全球呢这个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呢所必须要的。是。那现在中国因为被管制是没有嘛所以呢，我想 H200呢是美国掌握全球 AI 算力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业界的讲一句话，就是说 AI 呢是这个H200呢是 AI 时代的一个基础这个建设的一个晶片我们知道基础建设最重要，没有这个晶片，那就谈不上什么基础建设，就谈不到以后的工程跟建设所以人家说谁掌握了 H200呢，谁就掌握了 AI 能力那刚刚这个何龙你所提到的刚好是就美国有意要去解禁这个 H200那我倒觉得他现在要解禁，那可能有几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最后的决策的细节，不是川普或是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因为他有一个既然 AI 或是科技是现在美国的要去遏制中国的重中之重，所以他必须要有最终的决策细节，还有附带的条件，还有国会的回应别忘记了国会其实有时候会撤走这一段，是因为既然是谁掌握了这个 H200，谁掌握了 AI 嘛，所以这个部分恐怕也是在国会是非常一个会交战的一个地方然后此外呢，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技术的产品呢，会一个解禁的行动。如果光只有 H200，那这样可能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以后就是一个解禁的一连串不尽然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否能够代表它的要不要大幅解禁呢？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呢，可能还是去观察的那第一个这个只是讲，但是官方呢还没有要承诺解禁那他只是说所有方面有可能都会变动，还会变动。对有可能变动。变动就是代表变数，所以我想说，我们也不用期待说一定判定会不会而且呢，再加上它是不是针对性的解禁而不是全面性的解除管制。那第三个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它要考虑的一个，尤其在 AI 它关键所在是国安、国家安全，还有技术领先跟供应链控制这3件事情如果一起考虑的话，我觉得 H200其实是很大的变数，因为要考虑国家安全要考虑技术领先考虑供应链的控制，所以我们从这上面去看的话，恐怕这一条解禁之路是非常的漫长，而且是不定数性很高的。而且说这个美国想卖中国大陆，就算
最后达成协议要卖 H200，绝对不可能是卖最新的，就是比照美规的这个最新的，一定是降规版的哈。可是就算要卖，那也得看中国大陆到时候让不让进。